喂喂喂。今天又是30分钟开箱吗？对，我们要挑战30分钟内开完。没有啦。哦，时间到了，糟糕，多浪费了几秒。我来看一下哦，准备一下画面。好，我们把画面切过去。OK， 那我们今天要开箱的就是这款一线胜机，它是一个简单的算牌游戏吧。那它的牌量没有很多，4个花色，然后是1到100。好了，说没有很多，其实也蛮多的，100张牌其实蛮多的，还有几张挑战牌。那游戏的有点像是风险评估吧，你要去思考着你该不该继续 hold 住，你该不该 hold 着，或是该止损，然后赶快把牌收起来这样子。然后看你要，当然这种接龙游戏就是越长，你盯越久，能够成功盯越久的话，那你就可以获得更高的效益，会获得更高的效益。但有时候由不得你啊，因为你要的牌可能扣在对手手中之类的，有很多可能性。OK。那这款游戏最适合的人数是2人玩，但是它可以支援到4人，这个等一下会稍微介绍一下。OK， 那先在开箱前先跟大家讲一下，就是这个线，一线胜机这个线，它是异体字啦，异体字，有些人分不太出来，我先跟大家讲一下，这不是简化字，这不太一样。所谓的正体字、
异体字、俗字跟简化字是4个不太一样的概念。那当然我也分不太出来，因为我并不是专业的这个人士，所以如果各位遇到什么比较少见的字的话，可以先去查一下，不要就直接一口咬定它是简化字，不一定。那这个线是异体字啦，那至于为什么用这个线，我其实不太清楚。那至于我个人的话，我如果在校对说明书，如果我有校对的话，那我基本上会避开异体字，会尽量的跟对方讲，这个字可能不太适合，因为异体字通常就我的概念啦，是一些印刷或者是一些字体，它为了版型漂亮、字体漂亮，所以不得已用那个异体字。那其实有很多异体字，大家以为不是的，有很多像丸子的丸，那个点其实凸出来的话，那个是异体字，正式的字好像是没有凸出来的，那个丸那个点。就是那个9不是多一个点变丸子的丸嘛？那个如果有凸出来的话，那其实好像算是异体字啦。那异体字其实非常多，正常人应该也其实分不太出来啦。还有那个棚吧，棚架的棚，一个木头，然后旁边一个朋友的朋那样子啊，有时候也会出现一些异体字，那看起来有点像简化字，但那也不是，所以大家可能要去查一下，就不要突然间一口咬定。而且还有分日本汉字，对，所以就非常多种了，非常多种。那只是这边跟大家讲一下，这个都是繁体字，只是有一颗是异体字而已，我就不太确定为什么还用这个字。喂，现在玩什么？好，现在玩什么？好，那我们就准备来开箱这个游戏啦。像那个最近校对的一个游戏，也是墙壁的墙吧，它用土字旁的墙，那个墙其实也不是简体，那是正体字，但是它是异体啦，也就是一般我们的墙是片，有点像片那个部首嘛，有点像一片两片的片，只是反过来，那个我不太会念那个部首，我们一般是用那个啦，但是这个图字也没有什么错就是了啊，我只有给他建议要不要改是他家的事情。好，那我们就准备来开箱这个。那这个游戏的盒子其实蛮用心的，它这边是凸的，然后还有上亮光，它不止上亮光而已，而且它是有凸起来的。它这边是浮雕吗？我也不确定是算不算浮雕，反正是凸起来的。然后盒子采用了环保的，也是走环保路线吧，它没有磨，然后它只有贴2个巧胶带在这个附近，然后有一个奇怪的形状啊，老实说我没有非常喜欢，因为有点不好堆放，但因为它很小盒，所以应该也还好，而且也不会奇怪到你不知道怎么放，像那个一起出来玩就是一个三角柱吧，我就觉得我靠，那东西我到底要放哪，非常卡这样子。好，然后它是一个侧拉型的游戏，它是像这个抽屉一样像侧拉出来的，然后里面有2本说明书，对，一本是简体的，一本是繁体的，这是百龙的游戏嘛，他们现在很多游戏都是繁简双版，好，然后里面有100张卡牌，然后4种颜色，一张卡牌每个数字只会出现1次，像54号就是蓝色，这个是固定的。那至于有没有什么规律，应该是有啦，1、2、3、4应该是就是4的倍数，4n加1、4n加2跟4n加3是分别代表什么颜色，应该是这样子。所以1、2、3、4分别是红、蓝、绿、黄，红、蓝、绿、黄，红、蓝、绿、黄。你的博德之门之旅差60啊，特价了吗？为什么？那为什么只差60？哦，330，我靠！你给我330，哇，太好了吧！突然间给我330，我吓死了。我没有想到今天这个小游戏可以有人赞助330，好，非常感谢，只差60了，但其实应该过了，因为接下来是秋季特价，应该是可以买。哎呀，太好了！我的博德之门，看秋季特价已经决定好要实况什么了。好，那这边呢有4片的。就对应那4个颜色啦，那他故意用4种不同形状，因为这样子色弱的人才可以玩，这样色弱的才可以玩。那分别就是4种颜色的牌，分别有红色、黄色、绿色跟蓝色。那这个标记是干嘛的呢？这个游戏有些牌会塞在标记下面，我们会因为一些原因把塞在标记下面的牌拿走。那这个游戏拿到牌、吃到牌是算分的意思，就是你吃越多牌分数越高。所以呢，我们会把一些牌放在这些标记下面，那这个等一下他会解释，然后我们先放着，然后接着，起始玩家标记，起始玩家标记，起始玩家标记，啊，这个就是我们会，它是每一轮会开几张牌到中间啦，然后我们会轮流选，那会由他开始顺时针选这样子，再来是挑战标记，那这是干嘛呢？简单来说，这是一个风险管理游戏，所以有些牌它会
规定你至少要猜出几张，你才能拿到，你会额外拿到一个分数。如果你挑战成功的话，像有些牌可能说你要再额外放3张，那你就可以你才收的话，3张以上才收的话，那你就可以拿到这个标记，然后拿到分数。那如果是没有成功的话，那就是负3分。这个好像要刚好，大家看一下，好像不是3以上，是刚好3张。这个大家确认一下。所以有这些标记，就是如果你是挑战3的话，你就是要3张，然后5的话4就是4，5就是5张。OK， 好，那戳戳板就这些东西哦，其实没有非常多，剩下都是卡片了。那卡片就100张，1到100。哇，330呢？怎么那么多？太慷慨了吧！感谢黑叔，是不是那卡店卡店太没救了这样子？靠赛就对了。你说这个游戏吗？这游戏靠赛，这游戏有一点运气成分，这个不得不讲，这游戏有一点运气成分。但靠赛嘛，它可以算啦，你可以大概知道还有什么牌啊，你大概可以知道，但你要稍微记一下，因为吃到牌是面朝下，所以这个又是我比较苦手的游戏，就是它要一直算，然后你可能要去稍微有点感觉，就是好像87是我啊，不是87是不是出过了那样子？你可能要有这种概念那样子。OK， 那每张牌就给大家看个1-2张就可以了，就是反正就是数字配颜色，数字配颜色。然后4N 加1是红色，4N 加2是蓝色，4N 加3是黄色，4N 是绿色，所以100应该是黄的。4N 是黄色，对不起。然后对100是黄的，没错，因为100是。100是4N， 对，100是4N 嘛，对不对 ？OK， 好，再来，挑战卡，里面还有除了牌组除了一般数字1到100张之外，还有几张挑战卡。那刚才那些标记就是对应的这些挑战卡，就是你这张牌挑战成功了，那你就额外拿3分，你这一列啦会额外拿3分。OK， 那这张挑战卡一列就是最多拿4分这样，额外多拿4分。OK， 好，那挑战卡就有3、4跟5，各2张，各2张。OK。好，那这个游戏呢，其实要教的话，与其这边摆了，我觉得直接让 BGA 教我可能比较快一点，所以我这边做了一个 BGA 的画面。喂，我们直接开启 BGA， 让他来教我就好了，比较快。看一下哦。好，那他这边就是欢迎来到这个一线胜机，一线胜机。那这是个2人局啦，右边我是跟这位恩大来玩这个游戏。好。那它就是可以按空白键教学，其实 BGA 上面的有些教学真的是蛮方便的，虽然说我觉得有些可能也没讲太清楚，因为 BGA 里面有些地方你滑鼠放上去，它会跟你讲卡牌效果，所以它在教学的时候也不用讲那么清楚。喂，好，反正重点是我们要排到排列，我们自己面前都有一个排列，只会有一个啊。当你要产出第2个排列的时候，你就必须把第1个排列收起来。但如同我刚才所讲，你那个排列能够排越长，盯越久的话，那就会有越多的分数。喂，好，那我们会翻出人数加2张的牌到中间，这是一开始设置。我们会先把牌全部洗，总共104张吧，106张，106张。喂，好，洗之后翻开那个人数加2张，好，然后每张牌他就跟你讲，每张牌有这个数字跟颜色，你只要注意这个就好了。然后你可以看到左边，我们有所谓的手牌区，就上半部跟我们的排列区，就是打出来的牌啦。那我们手牌上现在最多只有2张，最多只有2张，他等一下会讲到。好，那他叫我们拿红色5啊，反正这种教学你就只能跟着他拿。然后他叫你拿到，我们回合流程很简单，选该你时选排列，开出来这些牌选1张，然后那1张要么加入手牌，要么直接打在排列上，就2选1，就是你要么打在手牌，要么打在排列上。喂，他刚才是叫我入手是不是？我看一下。Click add select card to hand at the top over， 他叫我选哦，那我先放入手牌。好，他就这样放入手牌。OK， 那我们手牌上限是2张，所以当你有2张的时候，你就不能再拿入手牌了。但这游戏有另外一件事情，就是我们的回合除了拿牌以外，拿牌是一定要拿，然后拿来牌你可以拿入手或打出来。但除此之外，你也可以再从手牌打出自多1张牌，所以你最多可以从场上拉1张，跟手牌打1张，而且手牌打1张是随时的，所以你可以先打再拉，或是先打出你的手牌，再把牌拿入手牌，这都是可以做到的。好，然后他也拿入手牌了哈，这个对面这个玩家，因为手牌是不公开资讯，所以我们看不到，但是我们可以注意到刚才他拿了什么，所以这游戏其实是一个记忆游戏，你要记得别人拿了什么东西，因为他有可能会卡到你想要的牌。OK。
好，那剩下的牌就会放入这个刚才不是有放几个那个大型的符号，它这个红色就会入红色，绿色就会入绿色，喂，像这样子。那这些牌是有机会拿到的，等一下再解释怎么拿。好，那一轮就结束了，我们起始玩家标记换对手，然后对手先选，他选了一张100，直接放下去。好，那我们选这个8，然后进入手牌，所以手牌最多2张。好，一样，剩下的牌就放进去。好，然后再来又该我们回合了。那我刚刚讲，我们的回合除了拿牌以外，我们可以选拿牌是必要的，但是我们随时在自己回合可以选择打出最多1张手牌到我们的排列。那我就去打了5，然后我们再拿牌，他叫我拿红色21，然后他叫我拿到手牌，因为我手牌爆了，所以我就先打出1张5再拿。喂，好，那排列有什么样的这个规定呢？好，那是这样子，像这个 N 大他已经打出第2张牌到他排列了，基本上第2张数字牌会决定这个排列的走向，他要么升序，要么降序，所以现在 N 大只能继续打40以下的牌了，因为他现在141是往下走的。喂，然后他叫我拿这个挑战牌放在这里。好，那挑战牌意思是什么？挑战牌意思是这张牌之后要有5张牌，我收的话，我就等于是达成条件。那达成条件，我就可以额外拿到这个5分的标记，就像刚才那样。没达成就拿到-5分。好，他想要我干嘛？打8是不是 ？OK， 好。那我第2张数字牌下来了，所以已经决定我的数列了，我就是5-8，然后只能往上走，所以我只能再出9以上的牌。他就叫我拿621 ，OK， 他就是自动要我做这些事情，反正教学嘛，你就照他走就好。所以这种 BGA 教学，其实你简单一点游戏，照着走其实就差不多了。那我最近也有拍很多这种1分钟的教学，因为我觉得看完之后，你自己再去跑这个教学会更顺畅，因为不是每一个都有翻译成中文，或是他翻得很好，有些翻得蛮烂的，所以就没办法，因为是机翻所以你也不能怪他们，有人翻就不错了。喂，好，那接着呢，这个标记下面的牌到底怎么拿？是我们一列牌有3张一样颜色的时候，不用连续，3张一样的颜色，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下面的牌全部拿走。像这个红色下面有4张牌了，所以我们如果成功拿到的话，就会额外拿4分。那这边的话是要我拿45吧，然后放这里吗？对，这样子我这一列就有3个嘛。那一列最多只能拿1次这个标记。哎呀，他要我拿什么？看一下。Jackpot 4还要我先按空白键了，还要我45，好放进去。好，那这样子你看，我这一列已经有3个红色了，所以我把红色拿走。我有3个红色，所以拿红色；3个蓝色就拿蓝色。但不要忘记，一列最多只能拿1次。喂，好，然后他要我再放51，因为45嘛，后面继续往上升，然后我放51。这样我的任务其实达成，因为我后面还有61可以放上去，所以基本上我一定拿到这5分。好，那接下来就下一轮。好，然后他接下来要我拿69了，然后我也可以打61，其实都可以。那我拿完牌之后，其实可以选，还有一个动作叫收牌，是要收牌。那收牌跟打牌一样，其实是每一轮你都可以选择要不要做的，只有拿牌是一定要拿。OK， 好，他要我拿69，拿下去之后，我就可以收牌，因为我达成条件了，就是这个5后面有5张牌。那收牌的话是我会拿到几分呢？这个挑战牌会先弃掉，因为我直接拿5分了，这张牌就不会再给我算分。剩下的牌选3张弃掉，选哪个都没差，因为我们最后是看张数，选3张弃掉，最后剩余的牌1张1分。所以如果我拿这张牌，我就会拿到5分加上3分，因为有6张嘛，然后再减3变3分，所以是5加3是8分，应该是吧？所以我等一下应该会是12张吧，右上角是4，现在是4嘛，我应该会拿12张8。喂，好，然后这边就可以关闭一个 line， 那就是我把这个牌全部收走，那我们就收一下。喂，对，我加3，我刚才4变7嘛，加3，然后我拿一个加5的标记，我最后再额外加5分。喂，所以没错。好，那其实基本上教学到这边，我们把这个牌组抽干后，每个人会在不够补，就是你不够补的时候，那些牌会直接进入那个标记下面，然后最后一次双方有一次打牌的机会，打1张牌的机会，打完之后游戏结束，然后强制收牌，最后那一瞬间会强制收牌，然后最后我们比分，那分数其实就看牌组加上你的分数标记啊，那或这高的人就会获得胜利。这游戏的概念是这个样子。好，我们就可以放回来了。最近 BGA 宝箱
游戏做肥龙影片演绎缩图，并没有演绎缩图啊。登上知名桌游舞台并没有偷懒，什么偷懒？哎，刚才那个比这样子摆出来讲还要累，好不好？不一定比较轻松啊，老实讲。对我刚才那样子，其实我也一直在测试而已。我发现我这样子摆一摆，搞不好比较简单一点。说一句老实话，喂，好。那这个教学都教完了哈，我们剩下就把它收一收。那这个游戏牌套空间有点微妙老实说我觉得不太够它有留啦，它有留，但是我觉得不太够，因为牌有104张，而且还有一堆 token， 所以牌套部分可能大家要斟酌一下，你可能只能上博牌套，老实讲我觉得啦，喂，感觉就很不够感觉就不够。博牌套可能也有点勉强，因为这些标记有点大颗，你也没办法塞角落，老实讲。这个可能可以塞角落。要拍演绎教学，套过了，后套无法。对啊，我也觉得后套无法，这看起来就不像可以。博套呢？我觉得博套好像也有点微妙。对，那整体来说，我会给他没有留牌套空间啦。我会觉得是这样子啦。事实上感觉也不像有留的样子，连这个 token 塞旁边都有点难。好，整体来说真的是没有留。那还好，加在这个游戏其实应该也不贵吧？它比较像扑克牌的性质啦，所以像那个 pass 一样，我觉得不一定要泡牌套。老实讲，当然如果你很喜欢这个游戏，那还是套吧。然后只好另外找卡盒装了，没办法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开箱到差不多到这边可是今天要演绎什么呢？其实我也不知道今天要演什么东西。一线圣机。没什么可以演的，里面完全没有数字，里面完全没有表情啊，只有数字。什么时候要拍演绎教学？演绎教学不用拍，你就是整天开一些游戏王啊，或什么奇怪的人演绎，然后去练习就可以了，对不对？有朝一日你就一定能超过我，应该也不用有朝一日啊，你可能练不到1个礼拜就可以超过我了，老实讲。喂，好，我就想一下，这要怎么弄？有个爱心是不是？我们要比个爱心。不然我也不知道要比什么，根本没有表情啊，总不能要我言数字吧？右下角的人，右下角的人有点太小了。我们要这个爱心啊，然后这个爱心要比在胸口嘛，对不对？就是那个挤那个，我应该挤不出来。可以延330，330是什么？330。什么是330？侧放90度当笑脸。我看一下，太难了，我觉得还是爱心就好了，太难了。这个卡牌游戏不要为难他，不要为难他，不要让他更难卖这样子。我比个爱心。喂。好，那时间差不多到这边好，应该又可以下播了。我看一下，有超过30分钟吗？好像有有吗？我看一下，好像没有，太好了，我们赶在30分钟前下播。不过刚才有20分就开了，是不是？可恶，是不是超过了？标签纳兹病毒，你是说这个吗？他刚才就在讲这个啊，我觉得这太难，而且太小了，重点是它太小了，也实在是不太好演。就是我比了这个动作，那你们也不知道我在比它，OK 吗？啊，总之就这样子啊，准备跟大家说拜拜啦。A 项，然后田爸跟虫虫，各位拜拜。那如果你想要就是简单的一个风险管理，学习风险管理，然后有点算牌概念的游戏的话，那可以考虑这款新的一线圣机。喂，那今天到这边咯，准备进片尾曲了。那也感谢黑叔的这个慷慨捐助，让我基本上已经确定秋特可以玩博德之门3了。好，这样子准备进片尾曲啦，拜拜。
小朋友晚睡包，又要准备